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？没忘。走吧，我有一个礼物要给你。你过生日，你送我礼物？走吧。似少年般青涩，在繁华时。我希望程总经理能够搭桥，让徐博士为我们三星银行新大楼建设操刀设计。梁经理，您如此欣赏徐树博士，我先替徐树博士感谢您。可是，徐树博士年纪尚轻，而像贵行银行大楼这样庄重的建筑，我相信请一位更加富有经验的设计师恐怕更好。哟，程总经理这婉拒我不是啊？哎呀，程总经理，这愿不愿意搭桥就看您了。我只有当选了三星银行的新任总经理，才能跟温泉制药的贷款说上话呀。徐博士，您知道今天谁给我打来电话？祸海大学副校长蔡教授、橡胶大佬何老板，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曹部长，他们都来向您问好了，还问您最近有没有时间呢？我有没有时间跟他们喝干？那可是他们呀，他们的意思是安排您和自家的千金见面。哼，无聊。以后这种跟专业没有关系的事情，一律帮我拒绝。呀，干嘛要拒绝呀？徐博士，您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没安排好呢，您还不是还惦记着那个丽兹小姐呢？那可是离过婚的女人呐！关秘书，你的思想需要改造。离过婚的女人怎么了？离过婚的就不配被追求，不配被爱慕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喜欢她，无论她是单身还是结婚还是离婚。徐博士，徐博士，您听我说，程总经理，您来了。我刚来。进去聊。好，那我先去冲咖啡了啊。程总经理，你有事找我？万达园施工井然有序，很快就要落成了。我想来问一问你下一步的打算。那就是我下一步的打算。这是一座公寓。是。我还以为你又会说，建筑要等造好之后才知道它做什么。经过万德园，我不会再那么说了。而且，我想把这个公寓像万德园一样，给百姓使用。百姓？可是公寓一向都是高级住宅的代名词。百货也是高级消费的代名词，万德园就改变了这一点。打算怎么做？公寓，它对土地的精准规划及利用，决定了它可以是最实惠的住宅形式。我希望这个公寓的地基采用西方的填充式，这样它能更加稳固。底部利用三合土，这样它的高度至少可以达到10层。若是能够容纳更多的住户，那这样就可以摊低建筑的成本。啊，但不仅仅在于它的建筑高度，而在于它内部空间的一个规划。你看，这是单身汉及新婚夫妇居住的一个单位，而这个单位可供6到8口人居住，所以不管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居住之处。当然，我可以保证所有户型它的有效使用面积，我也可以尽量的帮用户解决朝向、通风及采光的问题。再一个就是，我可以尽量去争取公共空间及私人空间的一个平衡，这样就不会让人流
进行堵塞，互相妨碍。同样的，就如你所说的那样，百姓就应该亲眼看见美，亲手触摸美，及亲身体验到美。所以，这个公寓的外表，你看看，这些就是墙壁外面多重色彩的相互交错，然后光线的一个变化，可以在窗户上折射。两者就如同声部和鸣一般，它将不仅仅是一座公寓，它会是人类休养生息的一个家园。你有这个想法多久了？好几个月。我居然丝毫都不知情。喝咖啡。坐。莫非徐博士有新的合作者了？这个没有。我当然是愿意跟程总经理合作，只不过不知道程总经理还愿意吗？我为何不愿意？刚才我跟关秘书的对话，你都听见了。听见了。难道就因为你和吴科长是恋人，你我就不能继续并肩吗？程总经理，你误会了，我跟吴科长还不是恋人。是恋人也无妨。吴科长的心属于他自己，他愿意接受你的感情，那是他的幸福。我为你们感到开心。其实，吴科长他一直热衷于工作，他还没有心思迎接爱情，而我也只是他的一个朋友，陪着他，等待他走出过去。我相信那一天不远，而且到那一天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感谢你的耐心。大伯，我想问问，您是不是在这住了很多年了？哎呀，从娘胎里出来就在这住几十年了，没挪过。太好了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下，您记不记得这儿有一户姓程的人家？程家，是不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婆娘，整天打儿子？这个婆娘是不是姓程？还是哎呀，岁月长了，我这个年纪啊也记不住了。没事儿，那您再帮我看看。您记得他吗？他也是这儿的小孩。不认识。我只记得当年有个姓郑的小霸王，从小长得就壮，就喜欢欺负人。那个小霸王现在还住这儿吗？早就搬走了。他搬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这个我可说不准，很多年前的事情，记不住了。谢谢您啊。谢谢。程总经理，温泉制药厂今日正式停产了。知道了。温泉，你就接受龙云钱庄的好意吧。工厂现在这样一停产，看得我都难受。龙云钱庄黄老板的为人，我没有把握。你管他为人呢？现在资金最重要。再等等三星银行。三星银行才叫信不过，
口口声声说有兴趣没问题，他的合同呢？那个梁经理就知道打太极。文泉，不能再等了，再等工人会跑的。龙吟钱庄的契约拿来，我看看。来，你看一下。温泉制药厂，梁经理，我在，我明白，没问题。明天我们细谈。梁经理说，三星银行答应我的所有要求，明天就把正式合同带过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老爷，朱温泉不愿意接受龙吟钱庄，去跟三星银行合作吗？无妨。程一直望着复工的文泉制药厂，百感交集。即使不能并肩作战，也希望彼此能坚持自己的理想。陈总经理，李老板，大夫说你胸闷气短之症，不是体疾，还是心病，是心里的郁结未消。我这辈子算是毁在这道坎上了。我心里很明白，其实不是别人和我过不去。是我自己和自己过不去，是我自己，就是觉得自己下贱。我比你更下贱，李老板，我这话不是安慰你，我也是第一次说，除了你，没人知道。比你更下贱，就还挺胸抬头招摇过市，简直恬不知耻。不是这样的，陈总经理，我从来就不觉得您为什么放在我身上你就不觉得了？李老板，再迈不过这道坎，就想想我，有我在，没什么好怕的。28日晚，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西侧向我国驻上海第19路军发起突然攻击，19路军愤然反抗，皆是火焰朝天，市民流离失所。猖狂的日军在我国领土上横行霸道，践踏我国主权，侵害我国人民。铃铛姐，这幅贴哪儿呀？贴在这儿。铃铛姐，贴这儿可以吗？行，往上点。好。擦擦吧。
衣服都湿了，快脱下来吧。扣子怎么掉了？我给你缝一下。我最近工作太忙了，咱们也好久没见了，也好久没来店里了。上次是我不对，其实一直都是我不对，我没有跟你说实话，我隐瞒了你。是吗？我是日本人。所以我在招正银行工作。我之前说我是大风先生，其实是想跟你开玩笑。但我发现你那么讨厌日本人，我就只能说我是叫阿奇，其他的我就都不敢说了。你怎么会是日本人呢？不可能，不会的。我的母亲是中国人，所以我的汉语很好。那你就是中国人，你母亲是哪里人，你就是哪里人，不是日本人，不是。小琳达，我名叫岛崎中，我知道你无法接受，但这些都是事实，我必须告诉你。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他们已经打到上海了，你会更加讨厌日本人。如果我现在不说，我就永远都不会说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不过你可以早一点告诉我，我就不会记挂你，一点都不会记挂你。我害怕呀。所以你迟迟不告诉我，等我把你刻在心里，你才说。出去，出去！小铃铛，我是真心真意喜欢你。这阵子大家没日没夜都辛苦了啊！今天早点下班，账房给大家准备了津贴。好。哎，那天谁说想吃刀削面来着？好。今天就让兰姐给你们来碗正宗的。今天的面管够啊！兰姐说了算数。还叫兰姐呢？这嫂子！我们高大哥人可真好，你跟上他呀，绝对蹭不了灰。赶紧吃你们的面。他们跟我开玩笑呢，我给你煮碗面好吗？阿姨煮的面可好吃了，吃一碗。吃不惯。来，大家吃。哎，兰姐做的刀削面好不好吃？好吃。
都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吃饱了还坐着干啥呀？干活去啊！好家伙，这做这么多啊，全吃干净了啊！慢点，我来。哎，这你光削面呢，这还管收拾？别，你先让他们来。哎呀，兰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没事儿。把这都收了。行。给，你坐这儿歇会儿，坐。哎，孩子呢？我后厨还给他留了一碗呢。这孩子说我管教不严，一点不懂礼貌，让你受气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小松这孩子挺不容易的了。你看你，成天在厂里没日没夜的忙，他自己吃饭，自己睡觉，还得自己上下学。小兰，我年纪不小了，家里情况你也看见了。漂亮的话我不会说，我就想以后跟你过，行吗？真没见过你这么直接的人。我可是二婚，我也是。我不能生孩子。我有啊。孩子不同意咋办？以后总会同意的，我对他有这个把握。对你有这个信心。快歇会儿，我来。哎，你去坐着，我擦桌子。哎呀，你坐着吧。这家以后你说了算。坐呀。你穿这身真好看，不办酒宴呀，真是可惜了。我们俩都是二婚，就不那么张扬了。二婚怎么了？只要你过得开心幸福，别人就得祝福你。我说是不是，一志？啊，你说的是。习谚有云嘛，第一次婚姻都是笨蛋的尝试。你说谁笨蛋呢？咱们俩都是笨蛋。你们俩是真可惜。不过也好，你们呢是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还能做朋友。我跟他估计是老死不相往来了。兰姐，那是姓黄的，他没福气，不像高厂长这么有眼光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太晚了，不好意思。高厂长，你都迟到了。这不好意思。太晚了。小聪呢？小松一听说要来照相就跑了，我找了半天没找到。那我们要不等等他吧？他不来就算了，是我们结婚，我们照。好，二位，那咱们开始吧。好，来靠近一点，来笑一下。哎，来1、2、3，好，很好。新娘子漂亮吧？特别好看。来，再笑得开心一点。来，哎，好，笑。1、2、3。你看兰姐，笑得多开心，笑了。好，来一个。哎，来1、2、3。请你收下这套西装，作为我对你的感谢和祝福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
这大晚上出来，神神秘秘的，要干嘛呀？等他们俩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都准备好了。今天万德园就全面建成了，下周一就开门。在它开业之前，趁着夜深人静，我们先看一看它的模样。你来。这就叫中西合璧吧？啊！它真的实现了，你做到了，是我们做到了。如果没有你，它不会存在。今天感觉如何？陈总经理，今儿个不是那个万德园落成吗？是。那您怎么到这儿来的？股东喜讯接二连三，就你一个人待在医院，怕你寂寞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高厂长跟兰姐的喜糖。高厂长和兰姐结婚了。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啊！不能光知道卖米啊，等到出医院之后，考虑考虑人生大事儿。刘大夫说了，我后天就能出院。真的？啊。陈总经理，真的很感谢你。自打那天您跟我说了掏心窝子的话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振作起来。这次不会再蔫了。不会不会，只要有您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走啊，回平衡吃糖去。哎，行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林老板好些了吗？林老板最近恢复神速，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到这儿来了？那我应该去哪儿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万德园现在不是正在举办聚会吗？徐庶和汤工头他们喝酒呢，我不想喝。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？没忘。走吧，我有一个礼物要给你。你过生日，你送我礼物。走吧。似少年般青涩，在繁华世界游荡。时间不曾改变他的模样，似溪水般清澈荡漾，永恒的无常中流浪。
在钻石面前，谁不会心神荡漾？似佳娘般惆怅，瞬间永恒中摇晃。梦开始的地方，光芒万丈，逃得过月色微凉，逃不过星光点将，任你心中所想，乘风破浪。似火光般灿烂激昂，在碰撞中想象，在爱情面前，谁不是小鹿乱撞？经得起白露为霜，受得住烈日灼伤，将微醺时光与爱的人分享。一直，这首曲子我听过。什么时候？第一次见你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我抄完书，本来准备走，突然听到了这个曲子的声音，就迈不开腿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还看到你了，还纠缠着你。这首曲子有名字吗？夜曲。你只听过一次，你就能记得，你真厉害。你把我当牛了？当牛？对我弹琴就像是对牛弹琴，所以从来不弹琴给我听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送我这架钢琴，你是好意。但那个时候，我不想弹琴，不是因为不想弹给你听，是因为我很讨厌钢琴。我不只是讨厌，我甚至是厌恶。我恨它让我想起我爸、我妈，让我想起我过去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傻孩子，我根本不敢碰它。但后来我变了，我感觉我自己好起来了，我感觉我的心情也恢复了，多亏了你一直，是因为你让我放弃了复仇，才给了我希望，不然我现在心里应该还是一片冷漠。也是因为和你一起为立邦努力，我才感受到这么大的快乐。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弹琴给你听。迪森，我为你感到高兴。我也希望你能够像兰姐一样，像兰姐一样，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。生日快乐！方委员久未过来，王某十分挂念。
新三司寇圈，高开低走，我还只有韬光养晦。说实话，黄某无一日不在思索，怎么才能助您一臂之力。思来想去，那日进斗金的生意都由您交付政府去筹措军费了。但好在我黄某还有号召力，尚可发挥。不过，这号召力需名正言顺才可。你看，这总商会变成了新商会，成员几乎面目全非，连头衔都要除旧。莫非黄老板想借着除旧迎新之际，担纲新商会会长？黄某若不是会长，怎么帮衬您？可要说商界动态，程义志才是大出风头啊！那万德元，沪上无人不议。那不过是台面下的小玩意儿，台面之上，正值风云变幻之际。最近，这银行界又在鼓吹废除银两，改用银元。但与往日不同的是，财政部这次撑腰壮胆，其意图非常明显。倘若废两改元顺利施行，那就显不出财政部无能了。您说呢？只有波折四起，困难重重，让银行业郁闷，财政部气短，这改革再次无疾而终，才能显出金融界缺乏贤人领导。到那个时候，政府就会急需您来主持工作了。不愧是黄老板，有我之所忧。那就拜托黄老板替我开个道了。黄某一定做到。请。成功了！哦，你好，我是来参加废两改元会议的。您就是立邦银行的陈总经理吧？刘经理的方案很好啊。艾玲，哎，姐夫。陈总经理，又调皮捣蛋。陈总经理，陈总经理，这位就是我夫人的小妹妹戴爱玲，刚从英国学习经济回来，目前在银行工会做见习秘书。我们一会儿讨论废两改元，是由她来做会议记录。好的，戴小姐你好。陈总经理就叫我爱玲吧。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我对你一点也不陌生，因为我姐夫在家老夸你呢。你们一起合作投资申请棉纱厂的事情，我听得耳朵都长茧了。没大没小。陈总经理，让爱玲去准备材料，抓紧开展工作吧。我想借鉴一些万德园的经验，用在公寓的设计上面。就像万德园里大家一起使用的娱乐设施，放在公寓里，可以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。还有公寓的走廊设计，也可以在万德园的幽静基础上做改良。吴科长觉得如何？我不是专业人士，我的意见不重要。但你是我朋友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徐博士，如果是作为朋友被邀请过来，今天我就不会来了，因为现在是立邦银行上班的时间。我是作为吴科长来的，如果没有任何关于银行的业务想要咨询我的话，那我得先走了。丽兹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徐博士，在我离婚以来，你给了我很多的关心，我很感激。但是我希望我们之间不要有模糊的地方。
对了，艾琳小姐，你若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费粮改革的目的。陈总经理是不是太小看我了？我国金融秩序混乱，日常支付用银元，结算却要用银两，百姓务工赚银元，储蓄生息却要换银两，两者兑换不仅繁琐，而且每次都有差价损耗。如此积少成多，不但克扣了百姓商业所得，更窒碍了商业发展。所以我们要废粮改元。陈总经理，我说的对吗？你说的很对。哎呀，这丫头说话一点都不知道谦虚。你把社会各界过去对废粮改元的呼吁整理一下，交给程总经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整理了。好。社会各界，包括营业在内，过去对废除银两、统一银元的呼吁有5次之多，但是每次都不了了之。如果这个不了了之的原因能汇总一下？我也已经汇总了。从这页开始，银元对银两每天比价浮动，形成洋离行市。差价和油水都被钱庄赚了去。如果废除银两，钱庄的收入势必缩减；如果统一银元，我国金融市场将呈现崭新的秩序，也对外国营业所不乐见。因此，本土钱庄和外国银行最反对废粮改元了。看来艾琳小姐已经是内行人了。陈总经理，我可不是走后门来给你当秘书的哦。艾玲，怎么跟程总经理说话？无妨。陈总经理，看来以后啊，我向艾琳小姐请教的地方还有很多。如果能为陈总经理解惑，那是我的荣幸呀。老爷，廖兰跟真真桐油厂的厂长高大宇结婚了，两人十分低调，没办酒席，也没宴客。我看呐，8成是程逸志他做的媒。老爷，该出发了。让各位久等了，黄老板，不好意思，坐。今天我黄某请各位在此喝茶，是想略表歉意。是我任人不清，把程逸志带到了前夜，可现在他却要联合银业大肆鼓吹改革，让各位添堵了。哎，黄老板义气，这分明陈逸志忘本。他开了银行，就真的不顾情分，要废粮改元了。没有杨离，哪里有钱业？没有钱业，哪里有他的发达？王掌柜，不说他了，再说也没用。黄老板，这次废粮改元，银行界都真格，财政部就站在他们的背后，我们钱业得想办法呀。办法我黄某有，但关键的是，我们必须拧成一股绳，需要各位的支持配合，否则我们将一败涂地。所言甚是，黄老板。眼下唯有您来当这个主心骨，您尽管吩咐，我们照办。这次的废粮改元必是硬仗啊！首要的是，我们要摆明姿态抗争到底。说实话，咱们钱业的储量总额堪比本土银行与外国银行之和。我们钱业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影响百姓。只有攥住了民心，银行界算什么？就是财政部，也奈何不得。黄老板言之有理，说的有道理。来，经理，来。陈总经理请阅。这是龙吟钱庄黄如红老板领衔前业主在《申报》《沪报》和《沪上快报》登出的联合声明。他们坚决反对废粮改元，抨击改革过于激进，既折损百姓，也消耗了工商两业。他们提出，如果政府强行推进废粮改元，他们将一致降低储蓄年息，提高贷款利率，以求生存。刚收到政府反馈，前夜声明这么一登，果然对政府震慑巨大。偷梁换柱之法，没有比黄老板更精的。
费粮改元分明利于百姓，钱庄却捏造概念反咬一口，用降低储蓄年息、放宽高利来绑架民意。他们以前也是这么威胁的，导致改革一再终止。这次我们若想胜出，必须得找到一个此前没有的破敌之法。我们已经有了，是什么？是陈总经理呀。过去营业并没有陈总经理，但是现在有了。陈总经理在前业积累的丰富经验，其他银行家并不具备。依陈总经理对前业的了解，营业或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陈总经理，艾玲这丫头话没说错。如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那不妨请陈总经理知会银行界，保持口径统一，对外承诺，费粮改元一旦施行之后，前夜如果降低储蓄年息，我们就提高储蓄年息；如果前夜提高贷款利率，营业便降低贷款利率。陈总经理，如此重大承诺，您放心，前夜无非是虚张声势。此次舆论战，前夜以恐吓民意开战，我们就应当以安抚民意来应战。您若信得过，我可以为银行工会草拟联合声明。好，就由陈总经理代表营业，本周五在银行工会大礼堂发布声明。艾玲，协助陈总经理工作。是。哎，你叫我请客，你又不吃，你浪费我的钱。你吃炮仗了？你有情绪呢，跟我发一发是可以的。可是你拿人家徐博士出什么气啊？啊，人家好好的一个钻石王老五，放任那么多千金大小姐不要，给你一个二婚的当垫背，人家图什么呀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徐博士？我怎么说他了？不是我说的。他是钻石王老五，但他不是垫背。哦，他不是垫背啊？那你给我说一说，你为什么拒绝人家的友谊呢？你要是怕程一志误会，是吧？你就跟程一志说清楚。我跟他讲什么？他说你喜欢人家喽。我跟他那是并肩作战，共同进退，喜欢什么喜欢呀？哎呀，真是不知道，什么时候喜欢这个词儿在你这儿也不够高级了，是吧？行，你要是愿意举着战友的大旗一直跟他并肩走下去呢，我是不会拦你的。但是有个事情要跟你讲清楚在前面，免得后面你知道了呢，吃醋酸死。想听是吧？银行工会有个秘书叫大爱玲，你听说过吗？是上海银行总经理的小姨子，著名的沪上代家3000金的老幺。她最近呢，跟程一志走得蛮近的。陈总经理还在忙费粮改元的事呢。是。银行工会那边天天叫你过去，但你别忘了，你还是我们的总经理呢。啊。立邦本季度储量保持增势，新调可申请添加小额贷款业务。这个是具体的方案，请周五之前批复。哦，本周我可能要起草营业联合声明，所以周五之前没有时间，下周2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程总经理，联合声明需不需要我帮你一起校对啊？他们已经占用我了，就别再占用你了。具体的事情，银行工会那边有秘书协助，没问题的。去忙吧，下周2之前我给答复。
陈总经理的这篇声明条理清晰，思路缜密，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。艾琳小姐，你说。这篇声明胜于庄重，却也失于趣味。钱毅在联合声明中装可怜摆凄惨，夸张了废粮改员对他们的打击。我们营业更该以幽默、调侃、诙谐之法应对。我们的声明不能这样干涩，或许应该多一些活泼之语。我觉得你说的很对。哎，艾琳小姐，那你觉得如果我们把开头的宏观切入改为微观着手，效果会不会更好？当然，废粮改员在宏观上固然利于百姓，但百姓对宏观的事物常常认知不深，从微观着手，更能让我们得到支持。那我们就从银两银元在各地复杂的兑换说起，揭露出银两和银元在兑换中不断被盘剥贬值的真相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么写。我不会点，不要那么死板。好的，哇，我会尝试一下，只不过一直都太正经了。哦，多谢。我现在看着还行吗？好，行。陈总经理。吴科长，温泉制药厂突发爆炸，引发火灾，市里的消防队全都过去了。什么？目前人数已经3死12伤，周厂长死伤不明。今天我的演讲一定会非常精彩。哎，小姐，你跟我来一趟。然后还有这边陈总经理，因为我现在有紧急情况，必须去一趟温泉制药厂，所以今天的演讲我打算交给艾莹小姐，她对文稿的贡献极大，不会出差池。艾玲，陈总经理，你放心吧，我有把握。拜托了，不好意思。慢点。方小姐，陈总经理，吴科长。周厂长了，现在怎么样？周厂长，他为了抢救实验室设备，结果厂房2次爆炸，他也受伤了。伤势怎么样？重吗？伤得不轻，现在已经跟厂工他们送去圣安医院了。去跟鲁老板打个招呼吧。方会计，这里有你多担待了。梁经理呢？梁经理？温泉制药厂都这样了，3星银行没派人来。没有啊。这样，我们先去圣安医院。方会计，这你先忙。如果问我银子是什么东西，那我会说银子就像是夏天的冰棍儿。如果再问我为何要这么说，那么我想请在座的各位想一想平时和钱庄打交道时候的情形。银元要想存进钱庄生息，就得换成银两，钱庄从中至少要抽取1毫2毫5。等银元再取出的时候，又抽取1、2、5。这光是一进一出，2毫5就凭空消失了。这还不算什么，大家再想一想，大家揣着银子到北京去，要兑换成空法银；到天津呢，要折算成画拼银；到南京要变成临平银；到杭州呢，要转成库平银。兑换之间，折算之中，转换之下，这钱庄是越抽越多，而银子呢，却越剩越少。1分1厘都没有少。
使用，银子却溶解不见了。这难道不就像是夏天的冰棍吗？冰棍化了，尚且还剩一滩水，可银子化了呢，连水都看不着。这钱庄的大爷们呀，难道不比夏天的太阳还要毒，还要辣吗？陈总经理，您放心，罗老板嘱咐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。您看，护士都在加班加点给厂工包扎伤口，重伤厂工我也没抓紧安排了手术。不知周厂长情况如何？周厂长多处软骨挫伤，身体也受到爆炸碎片刺扎，我们已经为他取出了所有碎片，挫伤程度也较轻，恢复并不难。他情绪稳定吗？情绪很不好。方才一直有家属在安抚他。家属？哎，那就是家属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宁宁小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担心周厂长的情况。宁宁小姐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周厂长吗？不可以。是周厂长的意思吗？你们少在那儿嘘寒问暖，只怕心里都笑开花了吧？文雪现在是倒霉，但也轮不到你们幸灾乐祸。宁宁小姐，那就辛苦你照顾周厂长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刚才把我们拒之门外，肯定是宁宁自己的意思。你第一时间赶到药厂，还拜托医院救治受伤的厂工，周文犬不会如此冰冷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场爆炸简直蹊跷。制药厂毕竟有易燃易爆的高危原料，就是因为易燃易爆，所以周文犬相当的小心。他组织厂工进行过多次防护演习，就连我都亲眼见到过。按理来说，不应该出现足以导致爆炸的事故。那难道是有人纵火？黄如红，我这叫板废粮改元，叫我分心，居然使上这等手段。这件事情我来调查，废粮改元事关重大，你需要专注。罗师傅，送我去银行工会。我走了。哎，林小姐，向陈总经理报告，宣讲一切顺利。好，我们上去吧。陈总经理呢？去财政部了。今天洋梨行情跌破7000，宋部长召开紧急会议。7000，前所未有。现在银洋1万元仅能兑得银两7000两，百姓一定怨声载道，民心在我们这边。陈总经理也这么说，不过现在只看前沿联盟还要抵抗到何时了。哎，艾玲小姐，你是从英国学经济回来对吧？如果请你以汇丰银行的名义，你写一封废粮改元的过渡准备文件，你能完成吗？我能完成，但是这文件现在只需要一封假情报，就可以彻底瓦解前沿联盟。陈总经理，今天你若想与我们讨价，那就不必谈了。我们前夜是团结一致，态度明确，坚决反对废粮改元。宋掌柜，您不如先看看这份文件再说。
这是汇丰银行联合麦加利银行做的那个关于废粮改元的提案，他们正在准备过渡，接受移民统一。现在民怨沸腾，百姓无不赞成废粮改元，政府的决心更是坚定，此乃大势所趋。孙掌柜，谁知道这个文件是真是假？龙云钱庄的黄老板，我还特意提醒咱们，莫信谣言。好一个莫信谣言！各位，为什么不想一想，黄老板为什么要反对废粮改元？对于各位而言，钱庄是各位的命根子，可是对于黄老板而言，他的灰色生意众多，无论是哪一庄都比钱庄要挣钱。他反对废粮改元图什么？早在1周前，汇丰麦加利就已经与政府展开了密谈，以黄老板和中央委员冯幼如的关系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。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跟各位说，为何？因为黄老板想借钱业联盟之力当选新商会的会长。黄老板明知抗拒废粮改元已是螳臂当车，却仍然在此时团结各位抗拒改革，为何？因为黄老板就是要在僵石的顶端做第一个投靠政府，并且率领全体钱业迎接废粮改元的识大体之人。这就是他博取政府青睐的政治资本，也是他当选新商会会长的最大筹码。黄老板已经做好了随时抛弃各位的准备，只是各位还蒙在鼓里。您好，请换下一个员。这废粮改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来，吃过来。程总经理可是这次的大功臣，只要早几年倒戈进入营业，这废粮改元早就成功了。王经理，王叔叔，我们废粮改元开会，您一次都不来，我还以为你倒戈去了钱业呢。林小姐啊，我是忙，真忙。知道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得把程总经理先带走了。好，我姐夫找他有事儿。好。陈总经理不是在那边吗？我这不是替你解围吗？顺便想请教你一个奇怪的问题。奇怪的问题是什么？陈总经理如何看待博士？博士？我读书少，对博士只有敬仰的份儿。但是我认识一位博士，他在专业上极具有抱负还有素养，令我十分的敬重。所以在我心中，博士是一顶十分耀眼的光环。那如果女子读博士呢？女子读博士与男子有什么区别吗？大家不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女子居然读博士，那简直是缺德呀！那都是过时的观念了。如今大学招收女学生蔚然成风，不管是男子或是女子，若能攻读博士，便是了不起的志业。听陈总经理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
不知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？帮什么忙？我就想读博士，我想去英国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，但我家人都不同意。2个姐姐骗我回来暑假实习，结果我一回来，他们就不让我走了。一听我还想读博士，他们更是吓得要命，生怕我读了博士就永远都嫁不出去了。他们还给我联系了各种公子少爷，说这次费良改元成功了，让我立刻开始相亲。所以，陈总经理，我想请你帮忙。所以，我能帮什么忙？我想让你冒充我的男朋友，假装跟我约会恋爱，这样我就不必去相亲了啊！我还能去溜去图书馆，还能查资料写论文，还能联络导师申请学校。等我被大学一录取，我就对外宣称合理吹了。啊？艾琳小姐，当然这可能会让你没有面子，但是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你知道的，我在戴家是老幺，大姐夫是陈总经理，二姐夫是潘局长。如果你需要什么援助，我都能。我什么援助都不需要。所以你是不会帮我了。完了，那我就得去相亲了，那我就得陪那些傻蛋公子哥喝茶了，那我就没有时间写论文了，那我就读不了大学，那我就……我帮你。真的？当我离过婚，我不确定我这种身份来援助你合不合适。没问题。陈总经理，我真的就靠你了。你答应我就一定不能反悔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。华界的公安局，你有认识的人吗？你要查什么？派出所把文泉制药厂爆炸的信息全部封锁了，我连出警记录都找不到。这样，我还是刚好认识个老熟人，刚调到4处去管档案室了，我帮你联系他吧，大概明天下午你就可以去找他了。查理。我见艾琳了。你跟我说她是戴家的老幺，我想嘛，要么飞扬跋扈，要么娇嫩欲滴。可是她都不是，她头脑聪慧，遇事沉着，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。哎，你不觉得她跟你很像吗？如果我父亲没有去世，如果我读了大学，如果我没有遇到这些事情，我应该就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吧。一张白纸有什么意思啊？那像我这样破损了，又有什么意思？嗨，反正呢，费良改元之后，程一志也不会总见他了哦。程一志会爱上他，就像当初对我一见钟情那个样子。工厂有多少人死了？多少人伤了？文泉，这事不怪你，爆炸谁也想不到的。工厂有多少人死了？多少人伤了？ 6人死亡。
12人重伤。温泉，防火队说了，这只是个意外，不怪任何人。他们还说，要不是你做过防火演练，只怕死伤会更多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温泉，温泉。周厂长，我还正想去医院探望你呢，恢复的不错啊。梁经理，我想请您再资助温泉制药厂4万元，越快越好，最好本周到账，利息您说了算，哪怕3分也行。4万元，作何用啊？抚恤厂工，重建厂房。厂工死者家属需要资金安慰，伤者治疗需要资金应急，还有我的制药实验已经要看见曙光了。周厂长，我听说厂房爆炸伤了你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你经营管理不善，导致厂房爆炸，厂工死亡，工厂利益大量受损。我三星银行没去法院追究你的责任，对你已经是够意思了，你还有脸提出来借款？周厂长，本月文泉制药的偿款交得出吗？交不出是吧？周厂长，你可听好了，三星银行要求贵厂在本月之内偿还所有的贷款，如果贵厂逾期不还的话，三星银行作为债权银行，有权强制接管文泉制药厂。梁经理，我们制药厂爆炸刚过，百废待兴，我们如何拿得出钱呢？那好办啊，你可以变卖存货、设备和厂房啊，啊？吴会长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这个就是你要的文泉制药厂爆炸案的出警记录和调查卷宗。您谢谢。来，坐着看，坐着看。我去给你倒茶。好嘞。科长，怎么就一张啊？我们这儿呢是派出所收档之地，他交上来就一张，我们这儿就一张，没办法。嗯。来，你喝，趁热喝茶。嗯。通缉令。哎，这犯什么事儿了？你说这人啊，说是奸淫杀害了2名少女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吴会长，您不会是认识他吧？我怎么会认识他呢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您先慢慢看，我去忙了，有事叫我。好。梁经理，听说您要求文泉制药厂在本月之内归还所有的贷款，否则就以债权银行的身份对其进行强制征收，变卖所有的厂房还有设备，是真的吗？是。梁经理，你为何要如此的无情，对文泉制药厂这样的釜底抽薪？程总经理，你问我不如我问你呀，你准备拖到什么时候把徐博士请来为我三星银行设计大楼啊？你跟我呀半斤八两而已，你压根儿也没打算真的请徐博士，我呢压根儿也没打算真的扶持周文泉，我们俩呀互相利用，谁也别瞧不起谁嘛，啊！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事要提醒程总经理，麻烦你把银行把担保协议上的2万元违约金给付了吧。
长，我对不住你。伙房队说，我们厂的爆炸是因为原料引燃，可是我们明明把原料都收拾好了，真的都收拾好了。厂长，我给大头作证，原料我们每天都收拾好好的，一点也没怠慢过。别说了，我们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厂子，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还出现这样的岔子，我们愧对你啊，厂长。我没愧对你，对不起，厂长。厂长，对不起。是我愧对你们，我没有保护好大家。原料有没有收好，我信得过你们。大家安心养伤，别担心钱的事儿，有我在，一定医好你们。谢谢，谢谢厂长，谢谢。帮我把上海银行户头的存款都取出来。都取出来，你就空了。空了也得取，我不能让他们在医院开天窗。文泉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他们的那些伤，不是一时半刻能好全的。你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吗？伤成那样，还说对不住我。把钱取出来，就算都取出来，也顶不过2天的。文娟，要不我们试试留印钱庄？吴科长，您这边请，周厂长就在办公室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代表立邦银行找周厂长谈一谈。我们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方会计，送客。宁宁小姐，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偏见延误时机。我们深知文犬制药厂急需现金，立邦银行愿意立即借出4万元低息贷款，帮助周厂长渡过难关。用不着了。你把龙吟钱庄找来了是吗？雷子是不是答应给你们贷款？是不是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方会计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他不能签字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吴科长，周文全，给我出去！周文全，你不能签字，你出来！你周文全，你别来！你出去！你出来！我告诉你，你出去！你伯父是怎么死的？周文全，你给我出来！这不会，你出去！周文全，出去！上次我这么胡搅蛮缠，还是执法队控诉你擅自制药，要你上庭。吴科长，请你有话直说，别像程一志那样搬弄感情。程一志没有搬弄你的感情，是我搬弄了他的感情。你知道你的伯父周光贤是被我拉下马的，但你不知道，程一志根本没有想要曝光你的伯父，他担心户储银行受损，牵连无辜储户，但我不一样，我只想报仇，为我父亲雪恨，所以我利用了他对我的信任，把他不想公开的情报投给了报社，导致户储银行惨遭挤兑，
最终倒闭。因为这件事情，陈毅是对我大发雷霆，也给我们的婚姻埋下了离婚的种子。现在呢，我也已经不是程太太了，更不能代表程一志。但是我还想为他说几句公道话。你侮辱他薄情寡义，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这背后的情形到底有多复杂。你的伯父周光显为什么会贩毒？他是被谁引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？是黄如红。在禁烟处被羁押、猝死，又是谁谋害了他？还是黄如红。龙吟钱庄的雷老板为什么对你如此厚爱，百般拉拢？那是因为黄如红他一直觊觎你的才能，所以想把你招至麾下，为他制造毒品。程毅志为你融资建厂，是欣赏你，是为了帮助你，更是为了保护你。这是黄如红和你伯父周光显的秘密账簿。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，可以仔细的查看一下。现在都已经是死无对证的事了。难道你认为那些所谓的下落不明的1万块的公关款才叫对证是吗？就因为那1万元，你就否决程毅志对你所有的关心是吗？你控诉他居心叵测，只是为了想要保留你的制药厂，可是他为什么要保留你的制药厂？文犬制药厂实验投入高，利润薄，你知道融资很不容易。市面上任何一家银行，任何一家钱庄，谁愿意支持你、认同你、扶持你，一家都没有。程毅志如果不是爱惜你的理想，他为什么要来负担这家工厂？就因为机关人员矢口否认这笔公关款，你就断定程毅志是个骗子？那好，那我告诉你，程毅志确实是个骗子。三星银行为什么要投资你文犬制药厂？根本不是因为你文犬制药厂有前途，而是因为程毅志。程毅志他不忍心看到你四处漂泊、四处碰壁，更不忍心看到这个文犬制药厂停工停产，所以他私下去求梁经理，甚至不惜利用我们立邦银行的利益去与之交换，你知道吗？周文全，不要再糊涂了。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之徒想要利用，文犬制药厂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？回来吧，回到立邦，我们都在等你。每一次我们股东聚会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提起你，大家都在等你。程医师也一样，他也在等你。迷人的音符穿堂而过，千万种孤独喃喃入库，平静的海面，迷雾持续平铺，巨大而深深的虚无，动人的孤独平行错落，两颗心各自独舞，偃旗息鼓，热闹的舞台，命运随即画出偶尔会交叉的弧。这么多错过在等我，
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个，伤心的歌我不想听，讨好的事我不会做，别再借命运的手折磨我。所有的过错都在我，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个，反驳的话我不想说，莫名的错我都认了，别再用爱情的口吻捉弄我。